靓仔。你能赶时间吗？找你的证券。有钱吗？免费。击球节奏开始教学。当我们找到瞄准点，准备击球时，一定要做到以下几个细节，才能指哪打哪。第一停，调整手架距离和球杆方向。接下来进行长运杆、中运杆、短运杆。第二停，视线锁定母球击打点位，然后视线切换到目标球，缓慢回杆。第三停，蓄力出杆，讲究由慢到快，加速贯穿母球。第四停，检验这次出杆是否有与自己的想法一致。如果你想打赢身边大部分人，可以发我666，我发你几份台球训练计划表。靓仔上课学台球，轻松打赢身边人，耶！下课。靓仔，靓仔，白球一靠谱，还有啥准度？有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究其原因都是手架不对。如果在库边上用常用手架，第一，球杆与桌面的夹角过大，只要打出一点点塞，就会让白球产生弧线而打不进球。第二，如果稍微用点力打角度球时，还会让白球起来飞出台面。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手架，将球杆放平一些，即使大力也不会飞出去。第三，手架距离母球太近，后手回杆的空间不够，力量就发不出来，也会影响准度。今天来教大家白球靠库的各种手架摆法。当白球与库边有点距离，但正常手架不好放，就用这个手架，翘起食指、中指和大拇指轻贴球杆，食指护住球杆。重点来了，食指是指关节轻靠球杆，并留出一点空间，这样抽杆才比较顺滑。如果是这样勾着球杆是很难受的，我们只需要这样轻贴，不让球杆左右晃动即可。再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熟练了以后就会非常好用。当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就用这个正常的 V 字手架，整体手架向后移动，4个手指搭在库边上，这样出杆力量才会扎实。如果当白球完全贴库了，需要再向后移动手架，此时只有3个指头搭在库边上，小指下折绷紧手架，这样可以减少手架的晃动，让出杆更加稳定。手架支点的高度太高容易不准，太低容易滑杆，微微的抬高一点，这样击球时力量才会扎实。下课。靓仔，靓仔，你是不是一遇到这样的球就打不进？有一招特别管用，奥沙利文都在用，那就是对直了趴下去，杆头向左挪动一点点，放心大胆出杆，就能哐的一声精准打进，是不是很神奇？这就叫做辅助赛。为什么我平时用中杆直接瞄准进球点的时候却打不进，而这一招却能够这么轻松的打进？平时我们大家是不是练习5分点比较多，对直线球的感觉比较好，10颗进10颗都没有问题？那么偶尔在一次失误的时候，你还记得目标球偏到哪里去了吗？是不是大概会在这个范围里面？我相信这一杆你在趴下去的时候，身位的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在出杆的时候后手偏动了一点点而已。所以身位对准一个方向之后，其实目标球能被打到的范围区间是有这么大的。而我们平时最熟悉的就是直球的身位，所以像这么小角度范围内的库边球，都可以以直球的身位进行入位，用平时熟悉的直球感觉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之所以打不进，主要还是对自己的瞄准不自信，不是害怕偏左了，就是害怕偏右了。所以最后一步最为关键，杆头向左调整完之后，出杆要感觉直接对准进球点去出杆，就更加进一步的增加了安全感，最终就可以轻松的精准打进了。如果是这种角度球的话，杆头向右调整一点就可以了，也能轻松打进。角度稍微再大一点也可以。总而言之，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友情提示，如果直线球没有10颗进10颗能力的人，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好了，下节课继续讲解其他加赛瞄准的技巧。下课。靓仔，打台球必学的12个特殊进球技巧。技巧1：牙通牙，白球和黑球相贴，正常打进不了，实在忍不住想要进球的话，可以瞄准偏右一点，高杆小力一推即可将黑八打进，不犯规。技巧2：前进赛，黑八被障碍球挡住了，还想进的话，可以瞄准这里，用低杆小力一打即可将黑八打进。
技巧3：引风车。白球与黑八相贴，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一半，可以瞄准偏左一点，高杆小力一推，球就进了，不犯规。技巧4：作用力。黑八的进球路线被挡住了，勾球的进球点也被挡住，但是特别想进的话，可以瞄准黑八右侧薄边，中杆小力一推，球就进了。技巧5：回马枪。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这都想进的话，可以瞄准黑八右侧薄边，高杆小力一推即可进下方底袋，成功率的话还行。技巧6：三角杀。袋口被障碍球挡住了，旁边又有亮雨时可以用三角杀技巧，用高杆左塞瞄准这里，小力一推即可将黑球打进。技巧7：螺旋丸。黑八贴库与白球相贴的话，可以瞄准偏右一点点，小力向前一挤黑八就进了。技巧8：勾库球。这次是白球贴库与黑八相贴，这球进不了了吧？可以反向瞄准库边，高杆左塞，小力一挡球就进了。技巧9：拐弯球。遇到这种局面，弧线打进黑八的话，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那么可以用右塞小力一推，再这么一甩立马就助拐。技巧10：双进球。黑八要进的袋口被障碍球挡住了，可以瞄准黑八和目标球重合的位置，用中低杆小力一打球就进了，不犯规。技巧11：克拉克。白球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可以测量黑八的进球点与库边的距离，然后向库边复制同等距离，这个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力把白球推到瞄准点这个方向，就可以将黑八打进。技巧12：查克拉。这次是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可以测量障碍球的边缘与库边的距离，再取1/2延伸到库边，这个点就是瞄准点，然后只要把黑八推向瞄准点，就可以将黑八打进。下课。靓仔，明明瞄得很准了，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进？这节课深度剖析一下。开始教学，手架处于进球线上，球心瞄球心，出杆直，球进了。可是大多数人打不进的原因都是出杆出歪了。看看这两杆球的结果，虽然都是打不进，但是原理各不相同。如果你看懂了原理，就知道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准度。第一杆手架的位置摆放有点偏右，在第一视角中几乎察觉不出来。此时出杆歪向左边，白球撞击到了左侧，目标球就打到右侧去了。注意看，打完后的白球是没有旋转的，说明白球的击球点位没有问题。由于上一杆打在了左侧，到了这一杆你就会想着朝右边打一点，可是结果白球还是撞到了左边去。注意看这一杆的白球，它却是带着右侧旋转。要知道球是一个弧面，如果当杆头击打在中心点右侧时，会让白球产生一点向左的偏移力，结果会导致白球向左偏离球杆方向。所以当你越想朝右打，白球反而会越偏到左侧去。那么想要判断打不进球真正的原因，需要根据两个结果来：一是看白球打在了左侧还是右侧；二是看打完以后白球带着哪边的旋转。不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对照这张表找问题，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属于哪一种。下课。靓仔，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走路横着走。技巧1：小弧线。目标球在袋口，却被阻挡的线路，瞄准想要拐弯的弯心，将后手抬高，想往右边转弯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想往左拐弯就打在母球的左侧。这条圆月杆法的第一层境界就送给大家了。技巧2：扎杆走位。遇到两颗球笔直，正常打进，无法走位，可以抬高杆尾击打白球右塞的点位，打进目标球的同时会直接横着向右走，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顺利打进黑球。技巧3：偏塞球。白球和目标球笔直，想要强行走位黑球的话容易失误，可以抬高后手打在左塞的位置，白球就会产生小弧线，走到黑球合适的位置，顺利打进黑球。技巧4：长扎杆。这个球型想要打进黑球几乎不可能，但你只要抬高杆尾，瞄准库边方向，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带着左旋转碰到第二库，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绕过这堆障碍球将黑球打进。再来看一下正常速度的示范，非常好用。技巧5：低杆弧线。黑球在袋口，中间还有一颗障碍球，白球还被对方的球贴死在库边，根本没有线路可以打进黑球。此时可以使用低杆朝库边方向击打，出杆要短而快，白球就能先绕过障碍球，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将黑球打进。技巧6：这个球型白球被完完全全的围死了，没有任何线路可以解到黑球。别急，这里还有一招，抬高杆尾朝着库边小力击打左塞点位，白球撞库后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弧线，拐弯将黑球打进。没完全学会前可千万不要乱用。技巧7：
遇到这种球形时，想打进黑球，右侧根本没有解球线路，左侧也被障碍球贴死。别急，还有一招，抬高后手朝库边方向打高杆右塞，就能避开第一道障碍，接着画出一道向右的小弧线，将黑球打进。下课。靓仔。 There once was a ship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harder, deep down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ellerman come,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Had been 2 weeks from shore when down on her a right whale bore. The captain called all hands and swore. 下课。靓仔。 靓仔30秒教会你打赢身边大部分人。短距离角度球打不准，你就这样练，围着目标球摆一排，从直球开始，每打一颗，下一颗的瞄准点往左移一些，薄厚度也会不断的变薄，改善你对每种角度薄厚判断，让你瞄准感觉突飞猛进。长距离直球打不准，你就这样练，进球线旁边放2颗球，对着目标球中心有节奏的出杆，改善你出杆方向的清晰度以及发力的集中度，练5分钟就有气息。 白球贴库打不准，你就这样练。直球打高杆，2颗球一起进，可以提升高杆不加塞的能力，让你库边球如履平地。轻推球打不准，你就练这个。回杆和出杆的整个过程需要匀速并且慢速，这样可以改善肌肉在慢动作下的方向控制力。一发大力就不准，你就这样练。摆一排球打底台，大臂不动，小臂瞬间加速，让你干干心开。下课。 靓仔。靓仔打台球必学的5个握杆小技巧。第一种跳球握法，前3指捏住球杆，后2指顶住，发力类似投飞镖一样。这种握杆方法适用于打跳球使用。第二种扎杆握法，球杆放于虎口处，大拇指往回扣，后面4指握成拳头状。这种握杆方法适用于打扎杆弧线球使用。 第3种普通握杆，5个手指和手掌包裹球杆，不需要握太紧。这种握杆稳定性高，适用于日常使用。第4种前掌握杆，握杆主要重心放在前面3指和虎口位置，后2指轻搭即可。这种握杆方法适用于打强烈杆法时使用。 第5种后掌握杆，握杆主要重心放在后面3指和后掌位置，前2指轻搭即可。用这种握杆方法打强烈高杆时不会跳球。下课。